上2期老馬拍着胸脯給你點了一串黑馬，32強淘汰賽第一刀砍完，評論區總有人問老馬，你压的那些黑馬现在到底剩誰了？行，准的不准的，今天一匹一匹倒着数，跟你当面对个明白。动账之前先摘一个出去。摩洛哥上期老马也把它算成了黑马，可说句实在的，摩洛哥世界排名10几位，上届世界杯一路点球淘汰西班牙，又掀翻葡萄牙，杀进过4强，是世界杯90多年历史上头一支闯进4强的非洲球队。这种队早就不是黑马，是谁碰谁难受的硬茬。老马当初算宽了，这回严格点，把它摘出去。摘完摩洛哥，真正的黑马剩6匹，咱从第6匹倒着数到第1匹，谁回了家，谁还活着，谁还能往上冲，一个一个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开整。多说一句，这届黑马为啥扎堆儿？以前世界杯32支队，强队扎堆儿，弱队没几个机会。这届扩到48支，多了一大批以前够不着世界杯门槛的小国，像佛得角这种头一回来的队伍一多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爆冷的土壤就肥了。所以这届你看球，得把冷门俩字时刻搁心里，指不定哪场就给你翻了天。第6个黑马，土耳其，这匹老馬上期就认过打脸。这支土耳其攒了一批在歐洲豪門踢球的天才少年，本來只是他們放個炮，結果小組賽頭2場控球射門的數據好看得很，射門轟了60多腳，一個沒進，0-2輸澳大利亞，0-1輸巴拉圭，早早就提前出局。末輪他倒是3-2絕殺了東道主美國，可那會兒早沒戲了，贏得再漂亮也只是挽個尊，60多腳扎不進一個，這股上的勁兒看的人血壓都上了。老馬當初看好他年輕有衝勁，走眼了，認倒着數，頭一個就送他上路。第5個黑馬厄瓜多爾，這匹可不白給，小組賽末輪他硬碰4次世界杯冠軍德國，德國開場第2分鐘就由薩內先進一球，所有人都當厄瓜多爾要打包回家，可這幫南美小伙一點沒怵，安古洛一腳遠射扳平。到了77分鐘，那個叫普拉塔的小伙子又捅進關鍵一腳，2-1反超，把奪冠大熱的德國給掀了。剩下的時間全隊玩命，把這一球咬到中場哨響，從死亡線上活活撈進32強。一支沒人看好的隊掀翻世界冠軍，還驚險晉級。這是他2006年以來頭一回打進世界杯淘汰賽。當時老馬這匹壓的那叫一個得意，可淘汰賽頭一關栽了，對手是東道主墨西哥，墨西哥城的阿茲特克球場，海拔2200多米，平原來的客隊跑2步就喘，再加上滿看台10萬主隊球迷，主場是頂配。厄瓜多爾上半場就被灌了倆，0-2沒緩過來，而且墨西哥這屆防守硬得離譜，一路連着好幾場一球沒丟，厄瓜多爾想扳，連道縫都找不着。巧的是，墨西哥靠這一場破了個40年的魔咒，上一回在世界杯淘汰賽贏球得追到1986年，也是在這座阿茲特克，也是2-0，隔了整整40年，同一片主場，同一個比分。厄瓜多爾這邊補時還來了個新鮮的，後衛卡皮耶跟對方球員頂上了，抬手捂着嘴嘀咕，正好踩上老馬第1期講的那條新規，捂嘴衝裁判耍脾氣要吃牌，裁判回看錄像，一張紅牌直接罰下，掀翻過德國的黑馬，最後剩10個人黯然離場。黑馬這碗飯九死一生。第4個黑馬南非，這隊幾十年沒在世界杯淘汰賽露過臉，小組賽1-0掀翻亞洲強隊韓國，才頭一回擠進32強，光能站上淘汰賽，這舞台就是個不小的冷門。可他淘汰賽頭一個對手正是加拿大，也是老馬的黑馬，2匹自家黑馬撞一塊兒，簽表一排就非得死一個。這場淘汰賽揭幕擺在洛杉磯那座能辦超級碗的頂配球場，南非全隊龜縮半場，死守賭點球，門將威廉姆斯跟開了掛似的，一次次把加拿大的射門撲出去，加拿大控球控到7-8成就是砸不開，眼看真要拖進點球大戰。補時第2分鐘，加拿大中場尤斯塔基奧禁區頂上把球一卸，貼地推射鑽進死角，套1-0。南非隊史頭一回淘汰賽之旅守到第92分鐘，夢碎了。最憋屈的是，把他送回家的不是啥歐洲豪門，正是另一匹自家黑馬。老馬圈的2匹黑馬，淘汰賽頭一場就被簽表湊一塊兒，非得走一個。你說這簽抽的夠擰巴。第3個黑馬佛得角，走的這幾匹裡最讓人捨不得的。佛得角是大西洋上緊挨着西非海岸的一串小島，全國滿打滿算50來萬人，這還是他有史以來頭一回踢進世界杯。
小組賽他從一個貨真價實的死亡之組裡3場不敗，硬是把2届世界杯冠軍烏拉圭給擠了出去，杀進32强，還成了世界杯90多年歷史上打进淘汰赛的最小国家，没有之一。老馬这2期把佛得角这个童話從小組賽一路講到今天，說心裡話，真捨不得他走。到了淘汰賽，碰上梅西的衛冕冠軍阿根廷，沒能再爆一回冷門，2比3輸了。可他把阿根廷逼到最後一口氣，贏得對面直冒冷汗。賽後一堆人都在嘀咕梅西這波阿根廷是不是老了？你想想啊，一個50萬人的小島，頭一回來世界杯，先踹掉2屆冠軍，又跟衛冕冠軍掰到最後一秒，能走到這一步，佛的早就硬麻了。這場太有嚼頭，老馬單開了2條視頻，從頭還原。想看細節的，到那2條裡細品，這不搶戲。一句話，佛得角輸了球，贏了全世界，值了。走的這4匹：土耳其、厄瓜多爾、南非、佛得角，倒着數完了，一水兒全打包回了家。喘口氣兒，說點提氣的，倒數前2名可都還活着，覺得老馬這賬對的實在。右下角順手點個訂閱，淘汰賽這10幾天，老馬天天給你盯着。接着數第2個黑馬，加拿大，就是剛才把南非絕殺掉的那匹，他是這屆東道主之一。可你別看是東道主，以前2次進世界杯小組都沒出過線，淘汰賽連邊都沒沾過，出了名的魚腩。還有件擰巴事兒，明明是東道主，可小組第2，簽表一排，淘汰賽第1場被排到了洛杉磯，等於跑客場。就這麼憋屈一場，加拿大控球控到7、8成，就是砸不開南非球門。SoFi 看台69000多人，從噓聲看到最後，硬靠補時那一下絕殺，才頭一回打進16強。頭號球星戴維斯踢拜仁的世界級左後衛，小組賽因為腿傷1場沒踢，硬是憋到75分鐘才一瘸一拐替補上場，賭的就是這口氣。加拿大媒體直接把這一球定成隊史最重要的時刻，一個從沒在世界杯贏過球的東道主，頭一回擠進16強，全國都跟着鬆了口氣。SoFi 那一下絕殺，加拿大替補席呼啦全衝進了場，一個東道主憋了整整1場，靠最後1秒才把命續上。這種從懸崖邊被拽回來的滋味，也就1場定生死的淘汰賽能給你。對加拿大來說，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是天大的驚喜，往後每贏1場都是白賺的。他下一場16強碰的正是剛被老馬摘出去那匹硬茬，摩洛哥夠嗆，倒數第1名，也是這屆老馬最看好的一匹黑馬。挪威你就盯着一個人，哈蘭德，1.95米的大高個，又高又壯，還跑得快。在英超曼城踢球，那是這些年最猛的球隊之一。他就是門前頭號殺手，一個賽季進30-40個，跟玩似的。給挪威國家隊踢了50來場，進了將近60個球，平均1場1個還拐彎，算上近100年裡所有給國家隊進過50球的人。論場均效率，哈蘭德排頭1號。可挪威這國家28年沒進過世界杯，上一回還是1998年，那年哈蘭德還沒出生呢。從2002到2022，世界杯辦了6屆，挪威1屆沒趕上，一波又一波有天賦的球員，從小伙子踢到退役，連世界杯的門都沒摸着，好不容易湊齊了哈蘭德這一代，才把這扇關了28年的門給踹開。這麼大的腕兒哈蘭德，長這麼大也是頭一回踢世界杯淘汰賽，憋着一身勁。對手科特迪瓦時隔12年才重返世界杯，還是上屆非洲杯的衛冕冠軍，身體頂，防守凶，專治哈蘭德這種站樁搶點的中鋒。上半場，挪威邊路的努薩先兜進一腳弧線球，科特迪瓦74分鐘由迪亞洛扳平1-1，眼看要拖進加時。第86分鐘，那頭餓了28年的猛獸終於露出獠牙，哈蘭德一錘定音，2-1絕殺晉級。哈蘭德這屆3場造了5個球，進球跟喝水似的，把頭一回看世界杯的老鐵都看呆了。好，6匹黑馬倒着數完了，土耳其、厄瓜多爾、南非、佛得角回了家，加拿大、挪威還活着，進了16強。你回頭看這6匹，回家的那4匹，缺的不是拼勁，是那口能在生死關頭定住乾坤的硬實力。能活下來的加拿大和挪威，一個占着自己家門口的主場，一個攥着哈蘭德這麼個大殺器，多少都揣着點別人沒有的底牌。那這倆還能往上衝嗎？老馬交個實底難啊！加拿大下一場碰的正是剛摘出去那匹硬茬摩洛哥。7月4號在休斯頓踢，4強底子的老牌劲旅夠加拿大喝一壺。挪威更狠，7月5號直接撞5星巴西，就在那塊要辦決賽的場地。
全世界拿冠軍最多的队也是熬到90多分鐘才险勝日本爬過来的。哈蘭德这头猛兽能不能一口咬穿桑巴军团，是整个16强最扎眼的一场。真掀了，就是又一个写进史书的大冷门。再往上走，淘汰赛的签表分2个半区，像2条道并排往前走。你只跟自己这条道上的队打，一路赢到头才能进決賽。加拿大摩洛哥那條道上，前頭還蹲着剛把4星德國點球做掉的巴拉圭這種巨人殺手。放眼2條道，全是阿根廷、法國、西班牙這些真衝着大力神杯來的豪門。這倆真黑馬裡真要挑個走得最遠的，還得看挪威，就看哈蘭德那股惡勁夠不夠。可淘汰賽的事兒，誰又說得準？黑馬想一路捧杯太難。對了，補個彩蛋，上期評論區不少老鐵提名哥倫比亞，這回他也活着，贏了加納，16強碰瑞士。不過說實話，哥倫比亞世界排名也不算低，迪亞斯這些大牌一抓一把，跟摩洛哥一樣，頂多算半匹黑馬。老馬這回嚴格就不給他單獨編號了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你們觀眾的眼光有時候還真比老馬準一手，6匹黑馬一比一比全給你擺這兒了。壓中的挪威、加拿大進了16強，壓翻的土耳其、厄瓜多爾、南非、佛得角回了家。準的不準的，老馬一個沒藏。壓黑馬就是這麼回事兒，沒人看好的才有可能先捉。壓中是驚喜，壓翻也正常。真要說教訓，就一條，下回壓黑馬膽子還得再大點，背子還得再多點。賽前你敢壓，賽後你敢認，輸了認輸，贏了不吹。這球看着才有滋味。最後把球遞給你，16強這倆真黑馬，加拿大、挪威，你壓誰能再往前邁一步？加拿大扛不扛得住摩洛哥那匹硬茬？哈蘭德又扛不扛得過5星巴西？評論區寫上。等這一輪踢完，老馬接着一個一個跟你對張燕。想跟着老馬一場不落，看完淘汰賽，點個訂閱，開個小鈴鐺，新視頻一發你頭一個知道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。